各位变态，大家好，我是魔王。这次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任天堂的拳击游戏名作《全无虚发》（Punch Out）。全无虚发最早是任天堂在1984年发行的街机拳击游戏，由任天堂开发第3部负责开发，制作人是竹田玄洋，游戏设计是宫本茂。本作非常能体现任天堂对于美国市场的用心，虽然是在日本设计跟执行的，但是画面跟角色的设计却受到了美国玩家的强烈关注。实际上，本作也是一款风靡全球的作品。由于街机版的成功，后来在1987年，本作便移植到任天堂的家用主机上。后来，任天堂与当时的重量级冠军 Mike Tyson 签约，使其成为本游戏的最终对手，并在1987年11月21日以 Mike Tyson Punch Out 为游戏标题发布。后续因为权力的问题与 Mike Tyson 引发的各种丑闻，在日本国外便以 Mr. Dream 这个架空的人物取代了 Mike Tyson， 并以 Punch Out featuring Mr. Dream 的名称再度进行发售。而本作在全世界大概贩售了300万左右的家机。故事剧情相当的简单，玩家操纵主角小麦克，以世界冠军为目标，打倒世界各地极富个性的拳击手，并挑战 WBA 的 Minor Circuit、Major Circuit、World Circuit 3个冠军头衔。好了，我们直接进入角色介绍的部分，然后魔王会直接带攻略哈。那为了游戏的影片时间，我们会直接在里面把重点很简单的讲一讲就好了。第一个对手是来自法国巴黎的玻璃桥 Grace Jo。 那个第一个对手其实一定不强的，他的攻击次数不多，然后也没有特别的攻击方式，所以我们在这里只要练习攻击的方式，还有就是闪避之后反击的方式，那这一关很简单的就过了。第二关的敌人是来自于西德柏林的 Von Kaiser 冯凯撒哈，然后他的攻击方式其实跟上一个不会差太多。我们要做的一样，就是观察他的攻击方式，记住节奏之后，然后反击。那这一关也很简单，没有什么难度就过了。第3个出场的选手是活塞本田 Piston Honda。那这一关开始难度会慢慢增加要过这一关其实也没有很难。我们在观察他每次要攻击之前，身上都会发光，然后在发光的时候，我们赶快闪躲，再给予连续的反击。这一关要过也就很快。基本上，魔王认为这一个游戏其实它不太像是拳击游戏，它比较像是一个节奏感游戏。抓节奏反而是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部分。那我们在顺利的把它打倒之后，就可以拿到第一个小型巡回赛的冠军啦。好，来各位老变态，在玩这个游戏应该都会觉得速度跟反应最重要，但其实魔王认为玩这个游戏更重要的就是你的按钮的输入方式。除了反应跟速度之外，你每一次的闪躲应该都用点的，而不能用按的方式来进行闪躲。点击之后，然后再进行反击，都要尽量确实的用点击的方式来输入。因为以前过去的老游戏在符文数的处理上，它相对都是比较慢的，所以魔王认为用点击的方式才能够更有效率的去打后面比较难的选手。那这个部分魔王后面会示范给大家看。好，来，我们拿到第一个小型的冠军头衔之后，就会进入到这个骑脚踏车跑步的画面这个很像电影《洛基》的那个场景然后再看这个画面的表现是多重卷轴结束的时候就会出现一段数字的密码，所以如果玩到一半想要接关的话，就可以把这个数字给抄下来啦。第4个出场的选手就是 Don Flamingo， 来自于西班牙马德里的这个选手。然后他本身也非常具有特色，也非常具有个性。攻略的方式其实也很简单，他会举手向你挑衅，你就出拳攻击他之后，然后马上闪躲，然后连续反击。基本上这样打一打，他也就串起来了。接下来的选手设定是来自于南太平洋荷马岛的河马王就是一个很胖的胖子，头上戴着皇冠。这个人其实就是在致敬美国有一个号称4回合内无敌的重量级拳手奶油豆 Eric Ash。那这个选手的攻略方式其实也很简单，如果你用一般的攻击，全部都会被他挡下来。然后重点就是将他把手高举的时候，你就用上勾拳打他的脸之后，然后再瞬间连续捶他肚子，然后那个肥肚子被捶多下之后，这一关也就过了。当初这一关应该有很多人都卡在这边过不去，
就你用魔王的方式就能够顺利过关啦。接下来我们遇到的选手就是来自于印度孟买的巨虎选手 Great Tiger。然后设定里面说他爸爸是一个著名的魔术师，但是魔王觉得他们应该不是魔术，这比较像有超能力，因为他后来会分身，然后快速攻击哦。那要攻略他的方式，其实就是在他的额头上有一个宝石，他每次要攻击之前呢，宝石就会变色，然后我们就是快速闪躲，然后反击就可以了。另外，在他如果出分身攻击的时候，如果你的反应不够快的话，你就是直接按住方向键的下，直接用挡的也可以过。接下来是中型巡回赛的头衔战吼，我们的对手是秃头公牛 Butthole， 整个人跟巨人一样吼。那一开始他会用刺拳来攻击你，那你就是要抓一下刺拳的时间。再来，他其实攻击的方式就是只要记得他攻击的模式，然后给予反击就好了。这个游戏基本上的调性都是这样。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他的绝招蛮牛冲撞的时候，他往你这个地方冲过来的时候，如果你闪躲开来，他会重复一直攻击，直到你倒下。这个方式就是他快要打到你的时候，一拳敲下去，然后他就直接倒了。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方式攻略他的话，这一关再过的难度也没有很高。好了，我们打赢牛哥之后，就拿到中型巡回赛的冠军头衔啦。那等一下就要开始骑脚踏车跑步啦。说到这个魔王，这一次在录这个影片的时候，真的感觉到岁月不饶人。30多年没有玩了，以前年轻的时候在玩哦，随便打哦，反应还都蛮接得上的。那现在年纪大了哦，就是眼睛哦跟大脑跟得上，但是手已经跟不上了，而且就是这么集中精神来玩游戏哦，真的就是一件会累的事。好吧，那我们再接下来面对下一个出场的选手。好来，各位变态，世界巡回赛的第一个选手，我们遇到的就是咱的老朋友活塞本田。这个阿本啊，这一次又是第2次出场了，但是他其实是一个加强版。哪个地方加强呢？就是你看他出拳的时候，连续3下刺拳，他眉毛会先挑动一下。所以你如果看到他眉毛挑动的时候，就知道要连续出3下刺拳，那就可以闪一下哈。再来，其他的攻击方式并没有差很多哈，甚至于他的绝技也都是旧的，所以其实只要小心应付，这一关要过应该不是很难哦。你看他的绝技出来了，其实就挡一挡就连续打一打，他也就串起来了。好啦，大概就是这样啦。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选手就是来自于苏联莫斯科的苏打波宾斯基 （Soda Bobinsky）。设定里面看起来他是一个酒鬼，因为身体是红色的，但是他在介绍里面说他是在比赛之前喝苏打水，然后又是唯一的左撇子。为什么不喝酒反而喝苏打水呢？原因是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儿童游戏嘛。然后它的攻略方式其实跟前面的并没有差很多，因为我觉得本质上全无虚发这个游戏它就是一个节奏游戏，是个反击拳游戏，所以你只要仔细的掌握它的勾拳，还有就是挥拳的时机，然后适当的做出反击，要背下来这样就可以了。这一关也是魔王觉得难度没有很高，习惯节奏之后应该可以很顺利的过关。好，来打完战斗民族之后，我们要面对的重量级选手就是牛哥啦。牛哥在这里第2次出场啦。然后其实他的攻击方式跟过去是没有什么太大差别的。除了就是挥拳的速度跟节奏稍微有改变之外，他的必杀技一样都是蛮牛冲撞所以各位变态只需要掌握时机反击拳跟靠垒，那蛮牛冲撞就岔开啦。好啦，这里就是这样攻略就行啦。下一关又是西班牙的 Don Flamingo 又再次出现了。他的攻击方式跟先前其实没有差很多，差别只在于他会一个动作比较小的刺拳，那每一次刺拳其实都还是可以反击的，所以各位变态只要掌握刺拳跟勾拳的时机，然后直接反击，这一边再过魔王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啦。在连续打完3位老面孔之后，我们终于有新的角色出来了。我们将要面对的就是来自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杀人先生 Mr. Sandman。
游戏从现在开始，基本上这接下来的2-3关，每一个选手你都必须要背他的攻击的方式、攻击的节奏，还有反击的方式，然后等于说是必须要把各回合的流程基本上都要背下来。那这个杀人先生他一般的刺拳啊，或是勾拳问题不大。魔王觉得他比较需要掌控的部分是在他没有什么预兆的上勾拳，然后这个上勾拳去连续打3下，如果3下都被击中的话，就是基本上就会倒了哈。所以如果可以掌握到他上勾拳的那一个频率，那么适时的做出反击，这一关其实问题也没有很大啦。好来，终于到第12位选手了。我们现在要挑战的就是世界巡回锦标赛的头衔。那我们这个选手就是来自于美国好莱坞的超级男子汉 Super Management。这一个选手我反而觉得他没有先前那个杀人先生厉害，因为其实他的勾拳啊、刺拳啊、回旋拳啊问题都不大。只要稍微掌握一下时机因为都是重拳嘛，少挨2记重拳，其实他的时机我觉得还蛮好掌控的。比较讨厌的是他在被击倒第1次之后，就会用那个像龙卷风一样的旋风拳那这个部分就是可能要稍微花点时间去适应他的节奏，因为可以连续闪躲完之后，然后就可以适时的做出反击。好，那我觉得大家玩到这一边，就稍微花点时间要过的话，问题也没有很大。问题比较大的是，我们等一下要挑战的拳王泰森。我们现在开始要对决传说中的重量级拳王、世界拳王泰森。过去各位变态打泰森的时候，都怕这些都戏啊。今天呢对上的是魔王，所以魔王不可能让他爽着过。你看，靠这也都踹起来。那你终于知道谁才是真正的拳王你看，背起来啦。所以第1回合4秒钟，魔王就把他击倒了。这在证明了一件事：你够安怎变态，嘛是魔王大人加变态。来，各位变态，我们接下来挑战泰森了。在我们拿到世界巡回赛的冠军头衔之后，你看报纸现在采访我们，今天晚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冠军，虽然他的身体很小，但是他拿到了伟大的冠军，这个人那的小麦特。于是我们接下来就要进行一个梦幻对决，就是对上当时全盛时期的泰森。这样魔王自己这么变态呢，就是在这边要给大家示范一下怎么样无伤打赢泰森。我们看一下第1回合这里有个重点，就是第1回合的前面1分30秒，所有泰森的攻击都会用勾拳的攻击。那一共勾拳一共有4个节奏，你必须要全部背起来。然后每一次闪躲过去之后，你反击只能打2下。在前面这1分30秒其实很难挨的，所以魔王在做的方式就是第1回合、第2回合、第3回合所有泰森的行为我会全部背起来。那怎么去看他攻击的那一个节奏呢？魔王其实是看泰森的脚步当然各位变态，如果你有自己的看法的话，你也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攻略在1分30秒之后，我们就是每一次的攻击都可以打他2下还击，然后30秒过后，你会发现他的攻击方式变成身体攻击。每一次攻击之前，他眼睛会眨一下，所以看他一眨眼，你就赶快反击2下。然后这里有个重点就是，你不可以在第1回合结束的时候就把泰森击倒，你要留下一点点血，对，像魔王现在这样子，然后就尽量闪躲，因为第1回合再怎么样都不可能击倒3次，所以魔王其实有计算过，就是在第2回合最快就是第2回合一次击倒他3次是做得到的。那我们带着一点点的残血进入到第2回合。那各位变态如果要挑战泰森的话，一定要记得魔王有说你在闪躲的时候一定要用点的，不要用按的瞬间点一下然后就跳走然后再输入反击，这样子那个 frame 数再计算才会够。我们现在进入第2回合第2回合前面的30秒他会一直用刺拳攻击，那你闪躲的方式就是闪闪停闪闪停，你看我一直用这个节奏然后打一下他就倒了。30秒一过之后他就不会这样刺拳，这个时候赶快趁机击倒他这样我们就累积了第1次击倒了。接下来第2回合的1分30秒，那个泰森会眨眼，
然后在眨眼的一眨眼的一瞬间，你就击中他身体，会累积第2次的击倒。所以你看，我们在这一边就是一边削弱他的体力，然后一边累积伤害。我们要等到1分30秒的时候，他一眨眼，我们就给他身体攻击。好像这个勾拳第2回合你都可以连续攻击。好，眨眼了，赶快打他，这样我们就累积第2次击倒了。接下来第2回合的第三次击倒，他站起来的时候，他的血量只会剩1/3。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一边等他身体攻击，我们只能打他2下，一边耗他的血。你看这个勾拳就可以连续攻击了。我们所以只要累积足够的伤害，一般就是2分出头就可以把他打倒。好啦，这样就 TKO 啦。好啦，在变态魔王的示范之下，我们不知不觉就打赢了泰森。泰森说：“你是一个很好的斗士哦，我没看过像你动作这么紧的人，干是哪里快攻哪小。”于是通关画面就会把我们每一个曾经打赢过的选手，他的照片都放上去。那个全无虚发这款游戏啊，当年的游戏容量大概是 128K， 在这么受限的游戏容量里面做出了这么精彩的游戏，其实当年的制作小组真的是非常厉害，而且功力非常深厚。魔王就想起了我们小时候玩的，其实很多的游戏它的难度都非常高，像这块游戏里面，它最后一关王这泰森也是变态级的难。所以我们这些老变态似乎都是被这些变态游戏给虐到长大的也因为如此，后来出了社会之后，就觉得再怎么变态的事也难不倒我们了。好啦，那这一款游戏就为大家介绍到这一边。魔王之后有机会会再为大家介绍一些有趣的老游戏。我是魔王，一个外表跟内心一样变态的中年阿伯。我们下次见。